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要问世界上是否有永生人，这个恐怕回答不了，因为随着人们的科学发展，想要在未来获得永生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当下，提到永生，就不得不提到海拉细胞。没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永生的细胞。从人们发现海拉细胞到现在的70年以来，它依然生命力旺盛，而且还在延绵不断的分裂。那么有关于海拉细胞的介绍，正正在这里就不多说，讲点不一样的东西。因为这个海拉细胞的发现是非常饱受争议的，为何呢？因为提供海拉细胞的这个人到死的时候，甚至是死后20年都不知道自己的细胞被用于研究，造福了全人类。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感兴趣的小伙伴别忘了长按点赞3秒钟，和正正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个海拉细胞背后的故事。可能大家都有所耳闻啊，海拉细胞的贡献者是一个癌症患者，他是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名字叫做亨利·埃塔·拉克斯。他在31岁的时候就身患癌症去世了。可悲的是，回看他的一生，确实是造福了全世界。然而他最后埋葬的地方却连一个标记都没有，这就很奇怪了。做出这么大贡献的人的一生究竟是怎么度过的呢？这还得从他出生的那天说起。在1920年的8月1日，亨利·埃塔出生于弗吉尼亚州，是家中的第9个孩子。母亲在1924年死于分娩，于是亨利·埃塔的父亲一个人无力抚养10个孩子，他便带着孩子们搬了家，把他们分给了亲戚们抚养。亨利·埃塔就是由祖父带大的，当时祖父也在照顾另外一个孙子，是亨利·埃塔的表哥，名字叫做大卫。他们从小就青梅竹马，培养了感情。和大多数家庭成员一样，亨利·埃塔从小就学会了种植烟草，他每天都会喂养动物，照料花园，在烟草田里辛勤劳作。读到6年级，亨利·埃塔就选择了辍学，开始养家糊口。在1935年，14岁的亨利·埃塔就成为了母亲，生下了2个孩子，但其中一个女孩有先天缺陷，患有癫痫和脑瘫。在1941年的4月10日，亨利·埃塔和大卫正式结婚。在婚后，大卫听从了老乡的建议，离开了烟草田，来到了北方的马里兰州，成为了一家钢铁厂的职工。不久之后，亨利·埃塔带着他的孩子们也都过去了，住在了许多非裔美国工人聚集的社区。随后，在那里，他们又生了3个孩子，还将发育障碍的女儿送进了黑人精神病院。他们一家的生活虽然过得清贫，但还算是其乐融融了。然而，就在1951年，噩梦来袭。在生最后一个孩子约瑟夫之前，亨利·埃塔一直觉得腹部有个硬块，但在当时肯接纳非裔美国人的医院并不多，而且家里也没有什么积蓄，恰好她又怀孕了，所以并没有在意。但是当约瑟夫出生后，亨利·埃塔的症状却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严重，还经常出血，所以亨利·埃塔不得不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在当时，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是为数不多的治疗贫穷非裔美国人的医院之一。在1951年的2月，著名的妇科医生霍华德·琼斯对他子宫颈上的肿块进行了活检，很快实验室检测结果出来了，亨利·埃塔被告知他患有侵袭性宫颈癌。按照正常的治疗流程，亨利·埃塔随即进行了几次放射治疗。然而在进行手术的时候，外科医生提取了2个小组织样本，一个是来自亨利·埃塔的肿瘤，而另外一个是来自附近健康的宫颈组织。这些样本是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组织培养研究负责人乔治·盖伊医生提取的。因为乔治医生一直在致力于寻找一种用于癌症研发的永生细胞，但是这一系列的操作并没有获得亨利·埃塔的同意，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被取样了。然而这在当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常规操作了。在此之前，其他的肿瘤细胞只能存活几天，然而亨利·埃塔的肿瘤细胞被交给了一位研究人员的时候，他却发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亨利·埃塔的细胞不仅能够存活下来，竟然还可以保持活力和生长能力，每到20至24个小时就会翻一番。这一发现让所有的人都欣喜若狂。研究人员又从他的肿瘤样本中分离出一个特定的细胞，对其进行繁殖，并开始培养细胞系，这也成为了当代医学研究中常用的细胞系。最终，研究人员使用了亨利·埃塔·拉克斯全名的简称，将样本命名为海拉，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海拉细胞了。然而在亨利·埃塔去世前，医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成功的利用海拉细胞开发了脊髓灰质炎疫苗。但其实亨利·埃塔到死后却还没有被告知自己的贡献。在1951年的8月8日，亨利·埃塔因为持续腹痛，又来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遗憾的是，这次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了，他再也没能出院。在1951年的10月4日，当海拉细胞在实验室茁壮成长的同时，年仅31岁的亨利·埃塔却慢慢没了呼吸，告别了人世。然而永生的细胞却救不回他的生命。
海拉细胞也最终成为了研究材料，有助于开发治疗许多疾病的药物，包括脊髓灰质炎、帕金森病和白血病。它还可以被用来研究毒素、药物、激素和病毒对癌细胞生长的影响。从此，这些实验就无需在活人身上进行了。海拉细胞的发现本是一件相当伟大的事情，但却开始有了很大的争议。这就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在亨利·埃塔去世20年后，他的家人突然接到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电话。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研究人员打来的，他们询问家属是否同意进行血液采集，目的是为了了解更多关于海拉细胞的信息。这可把家人们问懵了。亨利·埃塔已经去世了这么多年，海拉细胞又是什么东西？一开始他们还以为是免费为自己排查是否有癌细胞的服务，但是真相逐渐浮出了水面。如果没有这些电话，亨利·埃塔的家属不知道还要被蒙在鼓里多久。海拉细胞在医学界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全世界的许多科学家都受益于此，甚至许多公司将其商品化，赚了个盆满钵满。然而，亨利·埃塔本人以及家属却毫不知情，更不要说得到任何补偿和认可了。因此，亨利·埃塔的家属很生气，提出了抗议。在1990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就医生或研究人员采取的样本中的自身细胞产权问题进行了一次判决。法院判定，一个人丢弃的组织或者细胞并不是他们的财产，是可以商业化的。然而，争议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在2013年，位于德国海德堡的欧洲分子生物实验室未经亨利·埃塔家属的同意，擅自发表了海拉基因组。这意味着互联网上所有的人都可以查看该家族的 DNA 基因序列，这又严重侵犯了家族的遗传隐私。最终，他们达成了一项折中协议。亨利·埃塔的2位家属也加入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工作组，负责授权访问海拉基因序列信息。但是，该协议并不包括对这家人的经济补偿。目前，至少有17000项美国专利涉及到海拉细胞，理论上这些专利还会继续赚钱。然而，亨利·埃塔的家属却并没有从细胞研究当中获得任何利益。其中，在一本叫做《亨利·埃塔·拉克斯的不朽生命》的畅销书中，亨利·埃塔的女儿还提供了不少帮助，但也没有获得任何收益。甚至在后来出现的相关电影也彻底遗忘了亨利·埃塔家属的存在。如果亨利·埃塔在天之灵得知后来的一切，会不会死不瞑目呢？他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在一家唯一收治黑人穷人的医院里面做治疗，能得到什么优待呢？恐怕什么都没有。当癌症扩散到他全身的时候，他承受了正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研究人员本应该怀着感激之情为他做出的贡献颁发荣誉，但一切进行的都悄无声息，连他本人甚至家属都被蒙在鼓里，更不要说什么补偿了。海拉细胞创作的收益可能是数十亿美金，甚至数百亿，但是亨利·埃塔的家族没有获得零星收益，他们依然很穷，依然无法获得像样的医疗保障，这是不是就过于讽刺了？也许你要说，科学研究就是这般冷酷无情，那么理性的研究人员就可以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实验测试吗？这恐怕怎么都说不过去吧。当年肯定是没有一定的法律与规范，才导致了这样的事情一直发生。而从那开始之后，是否会有改善呢？所幸的是，亨利·埃塔的案例也成为了生命伦理学领域的一个转折点。到现在，大多数国家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研究人员和当事人之间必须进行公开透明的沟通，注重当事人的知情同意以及隐私，从各个方面帮助保护患者。所以，亨利·埃塔可以说是在许多方面改变了现代医学。因此，他也被称为了现代医学之母。当然，随着这些争议进入人们的视野，媒体和舆论批评的话题也不容忽视。在2017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从未将海拉细胞申请专利，因此不拥有海拉细胞系的各种权利。但是对于亨利·埃塔的家人来说，为时已晚。况且，这已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作为家人，他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庭隐私，无法获取亨利·埃塔的身体，更无法控制亨利·埃塔的细胞。这些细胞到今天依然还活着，明天后天还会繁育更多，为人们所用。所以说，不要觉得这都是科学家的事，离我们生活还很远。海拉细胞在妇女健康有关的领域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咱们比较熟悉的 HPV， 科学家就是在基于海拉细胞存在的基础上发现了 HPV 病毒，而绝大部分宫颈癌都能追溯到 HPV 感染，科学家也因此研发出了 HPV 疫苗。除此之外，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用它来研究癌症、艾滋病、基因图谱、克隆和体外受精，以及测试辐射和有毒物质的影响。再往小了说，海拉细胞还用于研究人类对于胶水、胶带、化妆品和刺激物的敏感性。所以说，海拉细胞名不其实地推动了重要的医学和科学进步，真的是越了解越觉得伟大。多亏了海拉细胞，多亏了亨利·埃塔，这个案例不仅仅是一次医学突破，背后的故事也让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明白了，在生物医学研究当中，伦理学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记得这次教训。
在1996年，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莫尔豪斯医学院举办了第1届年度海拉女性健康大会，旨在表彰亨利埃塔和她的细胞系以及非裔美国人对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做出的宝贵贡献。在2010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临床和转化研究所设立的1年1度的亨利埃塔纪念讲座系列，来表彰亨利埃塔和海拉细胞对全世界的积极影响。2021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展出了一尊亨利埃塔的雕像，这将成为英国第1座黑人女性的雕像。在之后的日子里面，海拉细胞依然会生生不息，还会在实验室里继续为人类的科学研究贡献力量。今天的视频无非是想大家在以后提到海拉细胞，不只是知道它是永生细胞这么简单，还能清楚在背后有这么一段的历史。对于亨利埃塔的一家，我们除了敬畏之外，还有一种无力的悲伤，过去造成的伤痛已经无法挽回，希望他们一家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都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大家对于亨利埃塔和海拉细胞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正，那咱们下期再见。